香港大火，無數國人揪心，大大小小的無數企業紛紛捐款援助，網上網下國人團結互助的氛圍既熱烈又溫暖。然後那些耳熟的聲音又冒出來了，華為呢？怎麼又不見華為捐款啊？吃愛國紅利的時候挺積極，關鍵時刻就裝死啊！被說賣國的某某和某某都捐了1000萬了，愛國大企華為零捐款，真遙遙領先呀！華為是捐了沒發呀，還是捨不得捐也沒打算發呀？這些垃圾話術都已經是每次災難後的固定節目了，好像不趕着在這種大災信息流裡擠的華為幾句，這饅頭吃起來就不怎麼夠味兒似的。你要是有理有據反駁他們吧，他們就撇撇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問問。你急什麼呀？你要不搭理他们呢，但凡有什麼事兒，這幫逼叫的比誰都歡，比誰都大聲。今天咱們不為了說服這群雜碎啊，就為了把一些傳播不廣的事實重新再昭告一下，算是以正視聽吧。1998年特大洪災，華為捐了4000萬元。98年4000萬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華為捐了1.5個億。2013年雅安地震，華為捐了1.2個億。這些信息都不是華為主動說的，是受捐機構事後透露的。如果你留意過華為每年的財報，可以很容易的查到，口罩3年，華為最難的3年啊！你知道他們捐了多少錢嗎？2020年捐了7.4個億。2021年捐了2.3個億，2022年捐了1.87億，3年超過11個億呀！可以這麼說，華為幾乎沒錯過中國每一次大災，只不過他們太低調了，捐了這麼多也沒想過要站出來宣傳一下。鄭州大水那次，多少人罵華為裝死啊！結果呢，河南慈善總會公布的到款名單上，華為赫然在列，而且金額巨大。整件事兒，華為官方自始至終跟吃了啞藥似的，一聲沒吭。華為這種只做不說的風格，其實是創始人任正非多年來塑造的企業品格。他曾經主動申請不列入改革先鋒表彰名單，也拒絕過央視年度經濟人物的獎項。在中國商界大佬們紛紛抱團加入各種圈子的時候，就只有任正非堅持不結盟，不建圈子，也不走圈子。這種深入骨髓的低調，同樣體現在華為的公益理念上。他們堅信把事情做好，比把事情說得好聽更重要。而且你們知道嗎？華為做的慈善遠不止捐錢那麼簡單。就21年河南暴雨災害的時候，華為不僅捐了錢，還派出了數百名工程師和研發專家前往災區一線，7×24小時不間斷地修復受損網絡。那種災難現場通訊全部中斷的時候，是華為的工程師們冒着危險去恢復通信，讓受災群眾能夠聯繫上家人，讓救援工作能夠順利開展。這種在一線實實在在的付出，你在網上張貼的一張又一張捐款名單裡看不到而已呀。你再看看華為這些年的经營狀況和貢獻。根據華為發布的2024年年度報告，華為全年全球銷售收入達到8620億，淨利潤626億，而當年的研發投入再創新高，達到1797億，占全年收入的20.8%。近10年，華為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已經超過12490億了。這什麼概念？意味着華為每天投入的研發費用就接近3.5億。這種持續的巨額的研發投入，推動了中國整個科技產業鏈的發展，創造了成千上萬個高薪工作崗位。這種對整個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貢獻，不能因為它不直觀、不立竿見影，就覺得沒有意義吧？華為對公益的理解，從來都不局限於簡單的捐款啊。公開的慈善項目信息顯示，華為在2021年一共開展了64項公益慈善項目，項目總支出7349萬97,676.56塊。
這些項目涵蓋了教育資助等等多個領域，比如華為捐款資助大學生競賽公益項目，支持包括暨南大學臨床技能大賽、大學生程序設計大賽、軟件大賽等等的多項高校賽事。這種致力於培養未來科技人才的公益投入，它產生的長遠價值，你見過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公告大聲宣揚嗎？說實話，那些每次一有什麼大災大情就追着華為罵的網絡狗逼，你們是真的關心災區群眾嗎？拉高捧低、指桑罵槐、發洩情緒的嘴臉要不要這麼醜陋啊？華為選擇了一條多做少說，甚至只做不說的路，反倒是被你們嗅着血腥味這麼多年窮追猛打。勸你們要點臉，好自為之，都算是我姑息養奸了。您就這麼想？要是華為也像某些咪哩嘛啦哄那樣，把每年億級的捐款都拿來大做宣傳，你覺得還會有這麼多人诋毀華為嗎？可他們沒有，他們打心眼裡覺得，真正的慈善不是為了博取掌聲，是為了實實在在幫助需要幫助的人。所以下回啊，又有人质問華為捐了沒有的時候，我勸您先問問自个兒，您了解事實嗎？你知道華為在災難現場除了捐款之外做的那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嗎？你要是不知道，你就應該閉嘴。你要是知道呢，那大家伙也就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